你听过小甜甜布兰妮的歌吗？这位2000年代的流行音乐天后，在短短的5年间，事业就开始急速的走下坡，而最近甚至有很多的媒体跟她道歉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小甜甜布兰妮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。今年的2月5号，《纽约时报》发布了一部纪录片，叫做《陷害布兰妮》。这部纪录片呢，谈到布兰妮的出道过程，也谈到了她的成名之后是如何受到了狗仔的骚扰啊，以及媒体报道的攻击。而受不了舆论压力的布兰妮呢，最终情绪失控，做出了许多的疯狂行为，从流行天后的宝座跌落下来，成为了众人取笑的对象。而纪录片出来之后呢，许多媒体纷纷向布兰妮道歉哦。她的前男友贾斯汀呢，也在 IG 上面公开对布兰妮道歉。说他曾经给布兰妮带来许多的困扰，而为何媒体和贾斯汀要对他道歉呢？他们到底对布兰妮做了什么？我们或许要先从布兰妮的演艺生涯开始谈起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先让我们按照惯例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素养是现在的教育目标，但适合台湾的教材够多吗？图文不符团队想为台湾孩子量身打造一套在地的素养教材，从熟悉的台湾景物结合生活经验，轻松进入情境式学习，让知识不仅实用，更能应用。针对孩子生活的不同层面，团队规划了了解身体自主权的观念绘本、预防大卖场走失的技能绘本，还有离开3C培养10到15分钟专注力的游戏绘本，透过累积长期观念、实际技能，并在游玩中学习，激发孩子的无限潜力，让有趣不说教的故事、多功能的双语学习卡牌以及文化互动贴纸，成为孩子快乐学习的动力。台湾的孩子值得在地原创的专属教材。盲狗狗素养教育学习箱，让孩子的潜力发光。现年39岁的布兰妮呢，从小就喜欢唱歌啊、跳舞，而她在11岁的时候参加当时的热门选秀节目《米老鼠俱乐部》，以童星的身份出道。而节目结束之后呢，布兰妮一度回到家乡当个普通的学生，一直到16岁的时候，终于抓到机会被唱片公司给签下，开始筹备她的专辑。那到了1999年，18岁的布兰妮推出了首张专辑《Baby Hit Me One More Time》，就立刻的爆红哦，不仅空降告示牌排行榜的冠军，专辑更是在全球发售超过1000万张，让她成为了当时最有名的青少年偶像。他曾经获得1座葛莱美奖、6座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，还有7座告示牌音乐奖，并且创下了金氏世界的纪录，成为最年轻就拥有5张冠军专辑的女歌手，更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2000年代的前半或许可以说是布兰妮最火红的时期，除了在音乐作品上面收获高人气之外呢，在1999到2002年之间，布兰妮和贾斯汀公开交往，这对金童玉女组合从此之后成为了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。而根据统计在2007年美国的八卦杂志当中，有20% 的报道跟布兰妮有关，而美联社呢是大举招募了22名的娱乐记者，只为了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报道布兰妮的任何消息。不仅连八卦小报，就连这个《纽约时报》这种知名的媒体啊、电视节目等等呢，也都大肆的讨论布兰妮的新闻。而布兰妮的崛起呢，一举一动都是媒体的焦点而人们对她的观感呢，也因为媒体而一落千丈。布兰妮发行首张专辑的时候只有18岁，而经纪公司把她包装成清纯啊、动感的邻家女孩形象。但由于布兰妮呢曾经在 MV 当中呢穿着露肚子的这个服装啊，大跳煽情性感的舞蹈，有些人呢就批评她年纪轻轻不应该要卖弄性感，这对青少年来说是不好的榜样。而当许多媒体在讨论布兰妮的时候呢，也经常围绕在她的身材啊还有感情身上。那曾经有男性的主持人问她还是不是处女，讨论她的胸部很大，是不是有隆乳过等等的隐私话题，让布兰妮非常的尴尬。而2002年布兰妮和贾斯汀分手之后呢，贾斯汀发了一张单曲 ，MV 中找了一个很像布兰妮的演员，剧情还暗示呢两人会分手是因为布兰妮劈腿。而随后呢，网友啊还有媒体对布兰妮的攻击也变本加厉，纷纷骂她是荡妇啊，行为不检点。那另外呢，贾斯汀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，被主持人呢用戏谑的口吻询问说是否有和布兰妮发生关系，而他也笑着承认。
那到了2003年呢，布兰妮接受知名主播戴安·索耶的这个访谈哦，主持人拿着这个出轨传闻啊，还有打破婚前守贞这两件事情，质疑布兰妮的道德操守，问他为什么要伤害贾斯汀，你的性感形象啊让很多家长不开心，为什么没有负起公众人物的责任等等等等，一连串尖锐的提问让布兰妮当场落泪。而在2004年呢，布兰妮和当时的舞者男友结婚，婚后生了2个小孩。不过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3年，就以离婚收场。布兰妮经历了婚姻啊，还有事业的低潮，但是舆论跟媒体仍然紧追不舍，走到哪里随时都有狗仔跟拍，让她开始情绪不稳啊，酗酒、吸毒，还曾经拿着雨伞攻击狗仔队的车子。而2007年，布兰妮因为药物滥用的问题进入了勒戒中心，但只待了不到1天就出来。隔天晚上，她跑到一家美发沙龙，把自己的头发全部剃掉，接着又跑去刺了2个刺青，而这整段过程都被狗仔全程拍下，成为了当时轰动全球的新闻。那由于一连串的脱序行为布兰妮在2007年的10月呢，被法院判决丧失小孩的监护权，而布兰妮一度拒绝放弃监护权，还被法院呢强制送入精神病房隔离。那到了2008年布兰妮的爸爸向法院申请当他的监护人，而法院随后也裁定呢，布兰妮必须要接受监护宣告。而在监护宣告期间，布兰妮被认定失去法律上面的行为能力，没有办法替自己做主，几乎每件事情都必须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才行。而布兰妮的爸爸呢，有权利替他签商业合约，出售他的资产，甚至可以限制他的访客名单，甚至呢，连他的每一笔消费小至1杯咖啡都必须要记录下来向法院申报。但由于财产被接管，所以当时呢，有传闻就说家人正在借由这种控制把它当成是摇钱树。有粉丝发起了 Free Britney 的运动呢，希望能让布兰妮恢复自由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，解放布兰妮运动起源于2009年，由当时流行音乐新闻啊，还有布兰妮的粉丝网站所发起。倡议者批评监护宣告对布兰妮的各种限制，希望解除这些限制，让她拿回个人与财务的自主权。而支持者认为，布兰妮过去10年已经发行多张专辑，还有巡回演出，证明她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，并且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。维持监护宣告，相当于是在软禁她。而陷害布兰妮的纪录片导演也指出，在监护宣告的情况之下呢，布兰妮仍然要靠自己赚钱支付律师费，甚至还要帮他爸爸付律师费。那相关的法律费用呢，1年就要花100万美金哦。那纪录片的导演认为呢，只要让布兰妮持续的受到监护，他的监护人啊以及相关的人员都可以因此获利。这中间确实有一些利益冲突，但另外一派的声音则认为呢，有鉴于他之前有吸毒的前科以及精神疾病，他的事业呢还能成功，代表监护宣告是有效的，可以让他维持生活的常规。而布兰妮的爸爸的回应呢，只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女儿。这项运动从2009年开始持续了很久，但是布兰妮始终没有被解除监护，直到今年纪录片出来之后，又重新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。那纪录片出来之后呢，媒体纷纷对布兰妮道歉。英国杂志《魅力》呢在 IG 上面发文，内容写道：对于布兰妮身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们都难辞其咎。专门写八卦新闻的美国专栏作家佩雷斯·希尔顿也在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当中承认自己过去对于布兰妮的评论很恶劣啊、残忍跟刻薄。那贾斯汀也在 IG 上面发文写道：我深感抱歉，我的一生当中有几次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或是没有为对的事情发生。我在一个对厌女文化还有种族歧视很宽容的社会当中得到好处。那布兰妮本人呢，也在 Twitter 上面发言表示每个人对于别人的故事呢，都有一套自己的见解，但不管公众怎么想，都跟在镜头背后的真相有差距。3月底呢，他也在 IG 上面说，他看过这个纪录片之后呢，整整痛哭了2周，一直到现在都还会忍不住泛泪。而在这一波道歉过后，有些人开始反思，布兰妮的遭遇是喜欢爬粪的这些狗仔文化所造成的。许多同性出道的艺人啊，像小贾斯汀啊、林赛·罗韩啊、麦莉希拉呢，也因为被媒体追杀，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产生脱序的行为。有媒体人指出，在布兰妮精神崩溃，有越来越多脱序行为之后呢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用布兰妮崩溃作梗的商品，像是在马克杯上面写着“如果布兰妮能撑过2007年，你当然也能够撑过今天”。整个社会似乎觉得批评他、取消他并没有什么关系，而这样子的文化呢，也让人越来越没有同理心。前八卦网站这个 TMZ 的这个制作人呢，则认为媒体之所以时时刻刻的跟拍呢，主要还是因为人们爱看，所以这样子的内容才有收视率。
率。但有些人认为，媒体这样子对待布兰妮呢，不只是因为人们喜欢腥膻色，更是一种厌女文化的展现。大家对她的私生活穷追猛打，骂她是荡妇，但是对前男友贾斯汀却轻轻放过，反而还赞赏她上过布兰妮。魅力杂志的这个总编就感叹这种明星文化是一种剥削。他说，希望我们不会再把名人，尤其是女性，高高的捧上神坛，然后再重重的把他们给拉下来。我们都知道，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具有影响力，也容易成为镁光灯的焦点，被放大检视。一个明星除了他的作品与表演之外呢，他在公众的形象还有私生活，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商品。对媒体来说，这种商品呢，可以满足观众好奇的需求。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，有些媒体会选择不断挑弄这个观众的情绪，以博得更大的回响更长远的关注。但很多时候，我们真的很容易忘记这些明星呢，他们也是人，他们也需要自己的隐私空间。而且，既然是商品，其实免不了都有包装还有行销的成分。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经纪公司安排的人设，或者是八卦媒体编出来的故事。像是布兰妮说的我们对当事人所提出的各种见解或是批评，通常呢都会跟本人的真实情况有些差距。但那些尖锐的谩骂还有恶意，或是从未间断这些骚扰跟侵犯呢，却是真实的打在他们上面，影响呢他们当事人的人生。那当然，对于这一点，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想要来邀请大家参与这个讨论。你觉得媒体应该要报道明星或是公众人物的八卦私生活吗？不应该我觉得他们也需要一些隐私空间。所以这类的新闻呢，我都不会看。应该我觉得他们对社会影响力很大，如果私底下太夸张，应该要受到一些舆论的谴责的。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意见但我觉得公众人物靠声量得利，这也是他应该要付出的代价。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媒体要向布兰妮道歉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日本实境演员自杀事件，以及韩国的厌女文化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明晚再见喽。